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南陇侯邀请韩立和他以及天极门的鲁卫因一同前往坠魔谷，他们非常需要用韩立手中的两仪环来避开北极元光。韩立原本并不是非要去坠魔谷，但在南宫晚被阴罗宗的人下了封魂咒后，韩立查阅古籍，发现坠魔谷中火禅兽的内丹可以压制封魂咒的阴寒之力，所以这坠魔谷韩立必去。坠魔谷开启之前，韩立和南陇侯他们会合后，他不慌不忙地问他们，到时得手后，他们要怎么分那具上古修士遗骸的宝物。卢卫因他们显然早就想过这个问题，在韩立开口后，他毫不犹豫地说，三人就此平分。韩立沉吟片刻，轻描淡写地说，平分倒也公平，只是必须要将火禅古兽的内丹给他，他有用处。卢卫因和南陇侯生怕韩立狮子大开口，一听只是如此小的要求，连忙满口答应。韩立凭借鬼灵门的坠魔令被随即传送到了外谷，而南陇侯他们则凭借苍坤上人留下的入谷方法进入谷中。这种方法有一定的风险，还得损耗一定的元气，但一进去就可以按照苍坤上人昔日的路线进入内谷。稳妥起见，韩立还是选择了鬼灵门的入谷之法。以他的实力，进入外谷后要去和南陇侯约定的地方并不难，三人一会面就直接商量该如何灭杀火禅。要杀火禅，就要先进入内谷。等韩立他们到了充满北极元光的通道前时，南陇侯看着前方的银丝，再次严肃地跟他们说，在北极元光中，除了两仪环外，千万不要妄动任何灵力和法宝。一旦灵力被北极元光感应到，他们三个只有死路一条。指环在韩立的操控下飞到他头顶，化作一个巨环，将他们三人笼罩住。有两仪环在，韩立他们很快就平安地进入了内谷。很快，他们就来到了一座高约数千丈的赤红巨峰前。灭杀火禅一战全是韩立的功劳，他也顺利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火禅妖丹。而后，三人平和地将那具上古修士留下的宝物瓜分。瓜分完宝物，韩立便先行离开了此处。他此行最大的目标已经达到，南陇侯和鲁卫因还要搞什么鬼，他都不想再掺和。韩立不知道的是，这一走，这两人就与他永别了。再见面时，南陇侯就不再是他认识的那个南陇侯。韩立离开后，南陇侯连忙布置了一个小型的隔绝阵，按照苍坤上人的遗书所言，那具古修士的骨骸就是破除血咒之门的钥匙，而血咒之门后必有重宝。当年苍坤上人知难而退，如今正好便宜了他们俩。在南陇侯的带路下，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一座钟乳洞窟中。洞窟中心处有一口10余丈大小的碧绿水潭。南陇侯将苍坤上人留下的禁制撤除后，潭水一下高涨分开，露出一条通道。他们飞行了很久，终于到了水潭底部。卢卫因打量了一遍，有些好奇当初苍坤上人是如何得知此地的。南陇侯一愣，不太肯定地说，大概是苍坤上人神识过人，直接分神探入潭底查到的吧。两人此时只想着宝物，并没有多加思考。南陇侯拿出一块玉佩，大片白霞射向前方，水幕撕裂开，一面高约3丈的拱形石门闪烁着血色红光浮现。石门表面雕有一个几乎占据了大半面积的独角鬼头，这个鬼头栩栩如生，狰狞凶恶。卢卫因一看到此门，顿时心惊肉跳，大感不安。这门上的血气魔性太浓，他不放心地问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南陇侯说，此门乃是上古修士用全身精血封印，自然有益于普通禁制。怎么，汝兄现在想打退堂鼓？卢卫因摇摇头，已经走到了此处，他又怎会做这种蠢事？南陇侯想了想，觉得还是布置几层禁制，万一有什么不妥，也好退货无忧。说做就做，两人当即就在潭底设下多重法阵。法阵布置完后，南陇侯立刻拿出那具遗骸，破除此门的禁制，需用下咒之人的金元或血肉。好在这具遗骸中还残留一些金元，骨骸瞬间成粉，被南陇侯剑气的金色霞光包裹。卢卫因在南陇侯的示意下，用火球攻击石门，石门瞬间就像活了一样，一个巨大鬼脸将其吞入口中，而后石门再度恢复原样。南陇侯叹了口气，决定还是老老实实的按照苍坤上人的破解之法来。裹着骨粉的金色霞光和石门上的鬼脸一照面，骨粉便化作米粒大小的白色光点，将鬼脸溶解。整个石门被灰雾笼罩，一条条血色触手出现。南陇侯和鲁卫因连忙出招，将灰雾驱除。一阵狂风后，石门上血光全无，禁制全消。金色小剑在南陇侯的操纵下，对着石门乱砍一气，一股腥臭
臭至极的气息传来，只见那些碎石蟹切口处像人受伤一般流出暗红色的黑血。南陇侯舔了舔嘴，自顾自地走入石门后的通道，他倒要看看这血咒之门后到底有什么宝物，竟弄得如此神秘。卢魏因在原地踌躇片刻，最终还是抵不住宝物的诱惑，一抬腿也走进了通道中。仅仅深入地下20余丈后，他们就来到了一间地下大厅。整间厅中只有一张供桌。卢魏因进去时，南陇侯正对着桌上的东西发呆。他走上前一看，瞬间心神一震。桌上供着6、7种花草，其中有吃了1颗就可延寿100年的天元果，还有传闻中的万年补天枝，甚至还有3大神木中的金雷竹。就在他异常兴奋时，南陇侯冷冷地让他仔细看清楚四周再说。他先前下来时就发现这里有一种古怪之极的法阵禁制，南陇侯碰了个小跟头后才乖乖地在这里等鲁卫因。鲁卫因仔细打量了一番，感觉有些意外，这里竟然有佛宗的法阵，而且还是传闻中的小须弥金刚阵。鲁卫因早年得到过一些佛宗的修炼典籍，虽然因为功法属性他没有去修炼，但其中记载的一些佛宗法阵禁制倒也记得一二。小须弥金刚阵就是其中最神妙的法阵之一，破解起来有些麻烦。小须弥金刚阵又叫金刚困仙阵，是世间少有的几种完全依靠蛮力来破除的禁制之一。想要破掉此阵，必须时时刻刻用各种攻击消磨法阵产生的禁制护罩，刃持久力。此法阵在佛宗中有不灭不休之称，只要禁制没有被完全摧毁，就可以迅速恢复如初。为了验证自己的话，卢卫因随手一颗火球射向供桌，只见一层布满古佛纹的金光罩出现，火球自行爆裂，化为乌有。咦，这是什么？供桌上突然浮现一个头颅大小的银色圆钵，圆钵表面飘动着各种深奥晦涩的符文，周围还有8块淡白色的玉符，将其簇拥在中间。上空分别还有一口银色小剑、一件乌黑禅杖和一颗血红的圆珠。这3样东西散发着丝丝灵光，将圆钵照入其中。南陇侯正看得目瞪口呆时，圆钵、玉符以及那3件法器瞬间消失，而后金色光照也悄无声息地消失。新出来的这些东西明显比那些灵药逆天。一想到这些宝物的价值，南陇侯和鲁卫因都将自己心中的顾忌和不安抛之脑后。和这些宝物相比，破除禁制需要损耗的时间和元气都是小事。两人都对对方有些警惕，在拉开一定的距离后，他们便各自取出法宝，准备破禁。两人就这么开始没日没夜地和小须弥金刚阵耗着。在他们都元气大损时，突然一声惊天巨响，卢卫因一下站起身，一脸狂喜，破了，攻破了，总算没白费一番心血。盘坐在另一角的南陇侯气色非常差，但目光异常兴奋。他们2人的目光同时落在供桌上的宝物上，而后他们看向对方，眼中是深深的介意。在宝物面前，他们2人的交情好似也烟消云散了。卢卫因先开口说，他们俩心里想什么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他的修为虽然比南陇侯差一筹，但南陇侯在木兰草原元气大伤，如今2人实力算是扯平了。这里的灵药这么多，他们还是老老实实平分的好，省得落个同归于尽的下场。南陇侯同意灵药平分，至于宝物，他只要圆钵。卢卫因思量了一下，便一口答应。南陇侯提议2人一起动手，他收圆钵，卢卫因收圆钵上的3件宝物和玉符。2人几乎同时行动。南陇侯拿到圆钵后，立刻贴了一张黄符。卢卫因脸色大变，问南陇侯是何意。南陇侯说，他收取的宝物和玉符明显是上古修士用来镇压圆钵的法器，想必钵中的宝物肯定非同小可。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，南陇侯是不会轻易打开圆钵的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又往上贴了5、6张颜色各异的符。卢卫因嘴硬地说，他不想解释什么，还是快点把灵药分了，离开此地。不知为何，他一点也不想在此地久待。2人商量好后，分别抓向供桌上的灵药。只见绿光一闪，供桌上的灵药如同气泡一般溃散不见。南陇侯和鲁卫因顿时惊得目瞪口呆。这时，南陇侯手上的圆钵出现异变，贴在上面的符全都同时自燃。南陇侯回过神，连忙准备再往上贴符，但为时已晚。一声巨响后，圆钵上的盖子爆射，一道无法让人看清的乌光瞬间射入南陇侯的脸。南陇侯口中发出一声惨叫，他一把将圆钵狠狠砸向一旁的墙壁，随后2手抱头，一下半跪在地上，整张脸开始抽搐。夺舍！卢卫因一眼就看出不对，他想也不想地对着南陇侯手指一点，2口蓝色长戈狠狠砍向南陇侯。就在这时，南陇侯猛地一声低吼，他一抬头，脸上一层浓浓的黑气，银白色的眼珠死死地瞪着飞射来的蓝光，没有丝毫表情。
突然他单手一挥，将蓝光击飞，而他手臂上的袖袍也在蓝光的攻击下破碎，露出手臂。只见原本属于南陇侯人类的手臂变得乌黑发亮，上面布满了长长的紫红色粗筋，黑气缭绕的手掌变得粗糙无比，仿佛鬼爪一般。卢卫因心里一沉，以南陇侯元婴中期的神识，竟然这么短就被夺舍成功，这夺舍之物绝不是普通的邪魂。想到这里，卢卫因一手拿出那杆白色法旗，一手扔出一叠火红的轻纱浮在面前，只要对方属于邪魂力魄之类的，这件浩洋纱足以抵挡任何妖鬼知道的阴毒攻击。南陇侯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他仔细地打量了一遍自己的新身躯后，仰天怪笑：这么多年了，本尊终于出来了，这一次我看谁还能阻挡圣祖的降临，这一界看来注定要属于我们圣界。卢卫因虽然从未听闻过圣祖圣界，但他的心中一下子十分发毛。这时他突然想起水潭底下布置的几座法阵，卢卫因瞬间化作白虹，施展遁术。如此短的距离，原本很容易就能逃走，但突然一声巨响爆发，卢卫因只觉得一股无法抵挡的巨力从浩洋纱上传来，接着他整个人如同破布袋一般被狠狠地甩在对面的石壁上，并深入石壁数尺有余。这一击之下，卢卫因感觉自己后背瞬间毫无知觉，仿佛整个躯体都失去了控制。南陇侯不知何处堵在了路口处，正冷笑地望着他。不错，虽然这个魔化躯体比不上我的本体，但能接下我一击不死。看来你并不是什么低阶修士，本尊就先拿你血祭一番。南陇侯身形一动，直接扑向卢卫因。卢卫因灵魂都快吓飞了，他想从石壁中出来，但南陇侯动作太快，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心一横，将所有法力灌注在浩洋纱中。刺啦的怪异声传来，鬼爪终于停了下来。就在卢卫因心中松了一口气时，南陇侯嘴角一翘，露出一丝讥讽。他的另一只手臂瞬间将光幕砸碎，而后他抽出深入光幕的手臂，一拳又一拳地砸向卢卫因，速度快到卢卫因根本来不及聚集法力反抗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身前的光幕一点点变薄变淡。一想到自己会被对方活生生砸成肉酱，卢卫因一咬牙，猛地大喝一声，只见一个面容酷似他抱着一口蓝色小剑的元婴突然浮现。浩洋纱破裂时，元婴再也没有一丝犹豫，瞬间原地消失。但元婴刚瞬移到入口处时，南陇侯背后的长袍瞬间爆裂，他的脊背上出现一张和血咒之门上一模一样的鬼脸。鬼脸猛地张开双眼，露出银白色的眼珠，他嘴一张，一道紫色影子闪动。卢卫因的元婴正要和自己的本命法宝合二为一遁走时，耳边传来一阵风声，接着他感觉脑中一热，眉宇间像是有什么东西窜出。元婴呆呆地看着自己双目间的长条状东西，他尖叫一声，瞬间失去所有力气，掉在地面上一动不动。长条状的东西从鬼脸口中一直延伸到元婴的脑后，再从眉宇前洞穿。鬼脸见元婴掉落在地，长舌一伸，大口一张，一下就将卢卫因的元婴卷入口中，一口吃掉。吃完之后，鬼脸才满意的闭上双眼。这时南陇侯终于转过身，他一把将卢卫因的心脏掏出捏碎。一盏茶的功夫后，南陇侯出现在某座石山上，他漂浮在上空100余丈的高空处，四下张望。坠魔谷的禁制被触动，无数血红色闪电落下，但这些闪电还没接触到南陇侯，就全都一偏，绕了个弯，闪到一边去了。南陇侯看了好半天后，像是终于认出方向一般，对着某个方向微眯双眼，忽然他化作一道黑气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至此，南陇侯也达到了他这次进入坠魔谷的目的，不仅寿命增加，修为也涨了上去。至于是否被夺舍这一事，就不用管了。唯一比较可怜的就是一直感觉不安的卢卫因，有的时候人还是得相信自己的直觉。从韩立走后，水潭出现，他就一直心慌不安，可惜这一切都被宝物蒙蔽了双眼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小伙伴们有什么想看的，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兜兜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